中国人常用巴铁来形容中巴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然而现实中，这个铁兄弟似乎并非铁板一块。几十年来，中国为巴基斯坦投入巨额援助，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经济扶持不惜代价，可巴基斯坦却频频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令人意外的一面，一边享受着中国提供的援助和便利，一边又不断与其他国家眉来眼去，甚至对某些敏感议题保持暧昧态度。这不禁令人疑惑，中国数十年的真情投入真的换来了巴基斯坦的真心回报吗？提到巴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巴两国之间几十年来亲密的友谊。从上世纪50年代建交至今，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帮助几乎涵盖了巴基斯坦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到军事合作，再到灾害救援，中国的援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国际社会上也非常罕见。在经济方面，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非常突出。2013年以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启动了著名的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合作计划总投资超过600亿美元。通过这个项目，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了大量公路、铁路、港口、电站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给巴基斯坦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显著改善了当地交通运输、供电能力，推动巴基斯坦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更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瓜达尔港建设为例，这原本只是巴基斯坦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小渔村，中国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亲自参与港口开发，帮助瓜达尔港成为了国际航线上的重要枢纽。如今，瓜达尔港已经成为巴基斯坦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中国援助修建的喀拉昆仑公路也极大地改善了巴基斯坦北部山区长期以来交通落后的状况，让当地居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再者，军事领域的合作更体现出两国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多年来，中国不仅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还与巴方联合研发了知名的 JF-17 枭龙战斗机。这款战机不仅提高了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也大幅降低了军事装备采购成本。此外，中国还经常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通过密切的军事互动，不断提升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最后，在巴基斯坦面临重大灾害或困难时，中国总是及时伸出援手。2005年，巴基斯坦发生强烈地震，中国第一时间派遣救援队伍，并提供大量物资援助。2010年，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灾，中国再次快速响应，向巴基斯坦输送大批救灾物资和医疗用品。这种迅速而慷慨的帮助，让巴基斯坦民众切身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善意和温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持续不断、毫不吝惜地为巴基斯坦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助力巴基斯坦的发展与稳定。巴铁这个称号也正是这样长期无私的援助和合作下形成的。那么，在中国的帮助下，巴铁发展的怎么样呢？对于中巴友谊，巴基斯坦又是如何回应的？几十年来，中国对巴基斯坦持续不断地提供援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帮助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军事、安全和国际地位等多个方面。然而，尽管中国长期提供大规模的援助，巴基斯坦至今仍未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这背后其实与巴基斯坦内部的3大深层次琼因息息相关。这些琼因长期存在，使中国的援助效果也大打折扣。巴基斯坦的第一大琼因就是政治混乱与治理能力不足。巴基斯坦政府更替频繁，民选政权和军方之间的权力博弈不断，使得国家难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政府一换，很多计划就被搁置或推翻，不仅打乱了国家发展的节奏，也让不少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更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在政治体系中广泛存在。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地方机构，许多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暗箱操作、贪污行为。这种治理上的失控，让本该造福民众的援助资金被中间环节层层截流，大量资源被浪费，甚至直接流入个人腰包。比如，一些中国援建的工程虽然如期完工，但后续的运营维护却无人负责，设备无人管理，造成巨额损失。如此一来，再多的投资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再看经济本身，巴基斯坦长期依赖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极差，很多产业仍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即便有了新的公路、铁路和港口，很多地方却找不到能与之配套的产业来带动经济。中国修了一条高速，但沿线却缺乏像样的工业园区和配套产业，最终只能成为过路通道，没能变成经济增长带。而且，基础设施虽然在城市部分区域有了明显改善，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破旧不堪，电力供应不稳定，交通闭塞，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经济缺乏多元支撑，也就意味着一遇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或自然灾害，国家就会陷入危机，难以自我调节。除此之外，教育落后和社会问题也是制约巴基斯坦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能上好学校的孩子寥寥无几，农村和部落地区的儿童则连基本的受教育机会都没有。文盲率长期居高不下，许多年轻人缺乏基本技能和职业培训，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或长期失业。更严重的是，一些地区的宗教极端思想和传统观念严重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比如女性教育受限，社会阶层流动困难，形成了一种固化的社会结构。这种人力资本的不足，不仅无法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国家始终陷于低效率、低附加值的经济循环中。中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为巴基斯坦创造了发展的基础条件，但这些外部助力并不能代替其自身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连结高效的治理机制，外援就容易沦为暂时的输血，而无法转化为可持续的造血能力。同样，经济如果不能从单一结构走向多元，从低端走向高端，那么再多的公路、港口也只是空壳。更不用说，一个没有普及基础教育、没有重视人力资源培养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归根结底，贫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可能靠外部输血在短时间内解决。巴基斯坦想要真正摆脱贫困，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从内部出发，正视并逐步解决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三大琼因不仅是当下的症结，更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唯有如此，中国的援助才能真正发挥出效用，巴基斯坦才能从根本上走上富强之路。面对国内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贫困问题严重的局面，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环境，巴基斯坦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交朋友的秘诀，也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巧妙地玩起了平衡的游戏。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与印度长期关系紧张，南亚局势复杂敏感，迫使他必须同时争取多个大国的支持，以便在地区博弈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正是基于这种微妙的外交策略，巴基斯坦收获了不少实惠。他在经济方面得到了来自中美两国的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也从两方同时获得，大大增加了外部资源和自身实力。国际政治上，巴基斯坦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使自己不再轻易被任何一方所孤立。此外，这种外交策略也提升了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价值，使之成为各大国都难以轻易放弃的重要伙伴，进一步巩固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从长远来看，中国为巴基斯坦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资源，帮助这个铁兄弟解决了不少难题。但巴基斯坦目前依然深陷贫困困境，这提醒我们，外来的援助哪怕再多再好，也不能代替一个国家内部自身的发展动力与变革。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援助获得了基础设施改善、军事安全提升以及国际地位提高，但国内政治混乱、安全局势紧张、人口增长过快和教育落后的问题却始终制约着它的发展前景。面对这种情况，巴基斯坦试图以一种巧妙的平衡外交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种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策略，一方面确实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更多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外交风险。因此，巴铁真的铁不铁，关键不在于中国援助了多少，而在于巴基斯坦自己能否真正强大起来，能否解决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巴基斯坦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内部治理的改善，不能真正将外来援助转化为自身持续发展的动力，所谓的铁兄弟最终可能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一道喜讯突然从卡塔尔传回国内。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年初，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10CE 型战斗机。最终，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以9-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而在欢欣鼓舞之余，就有一些朋友提议，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10CE 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对此，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
2022年3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 10CE 型战斗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发表演讲，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其实，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像这一次接受歼 10CE 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却是寥寥无几。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原来，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印度一枚波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一定会坚决反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2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但如果单单从2国的国力来看，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实际上，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但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而且还总是使坏，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2015年，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既如此，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讨论战略，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2个国家的不同。这也是第2个原因的所在，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据朝中社消息，2024年1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当然，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在美日韩3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但不管怎么说，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而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维持半岛的稳定。正因为这样，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除非中国白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歼 10CE 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朝鲜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毕竟，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1代、第2代战斗机。然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已经普遍装备第3代战斗机。于此背景之下，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过，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 10CE， 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 10A。是因为歼 10A 更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歼 10A 更便宜。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 10CE 的具体出售价格，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
而歼 10A 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因此类比之下，歼 10A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购买歼 10A 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压力会小很多。现如今，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俗话说得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那也不符合常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